大家好，欢迎收看80后的慢生活，我是 Andy。种在老家的空气凤梨已经开满花了，我是把它种在树荫下，桑树下面。然后通常呢，这些空气凤梨它的花期都不会很久。那我就决定把它收集起来，带回我的槟城公寓。然后通常呢，我就会吊在这个衣架上，慢慢的欣赏几天，等到它的花真的谢了，然后再吊回去树上。然后让我们先聊聊这个空气凤梨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环境，还有呃怎么样种，或者应该说可以分享我本身在种植这个空气凤梨的经验。因为在马来西亚呢是属于热带国家，然后呃只有雨季和旱季，所以呢这边有时候空气就非常的干燥，然后如果雨季的话就一直下雨，植物就一直淋着雨潮湿。但是在经过不断的改变它的种植的环境之后，慢慢的我掌握了，其实呢它们是最喜欢啊、生长在有树、有大树或者是一些树叶在遮着，但是又不是完全遮光的地方。然后最好呢，下面有一些泥土或者是一些啊、草地，就当天气热的时候，地上的水汽或者是那些潮湿，它会通过那个太阳直晒的时候，就会蒸发上来，然后这个空气草呢，它就可以吸收到水分和捕捉到空中的养分。其实我有种了好几种，但是目前为止只看过两种空气凤梨开花，一个就是白色的，一个就是这个紫色的。但是感觉其实也不必浇什么肥，就有时候我会喷一些嗯液体肥，就是水肥，但是也不是一直在浇水，都不经常浇水，就它也是在生长，在树下呢都会生长得很好的。然后如果超过一个星期没有下雨的话，我就会稍微的浇一浇水。感觉这个空气凤梨呢是蛮好照顾，然后最主要呢就是它要有可以捕捉到空气中的水分，就不可以如果你种在屋檐下呢，就要天天浇水，因为地上很干燥，然后它如果地上是呃洋灰地，或者是呃不是泥土，或者是没有草地的话，它的水分蒸发不上来，所以呢，空气草它就捕捉不到水。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呢，就是要通风。如果你住的地方通风性非常的好，然后植物又有捕捉到水分呢，就会比较好。不然的话，如果风很大，但是天气很干燥，那植物很快就会干掉了。不管你一天浇一次、2次、3次的水都一样。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住槟城公寓的时候，
的情况了。不懂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会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这样慢慢的欣赏一个星期，等到花儿谢了再掉回去呢？毕竟每个人的居家环境，还有每个国家，每个就算每个在同样一个国家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式种植就会长得很好。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。早期呢，我也是种了很多这个空气凤梨，都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，因为它们会慢慢的枯掉、干掉。然后有人说需要拿来泡水，泡一个晚上。那我也试过，泡水呢，的确会有帮助，但是长期来说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可以说是事倍功半。就当你泡水的时候，植物就很好，但是当你吊起来，然后因为如果那个环境太干燥，然后风又很大，基本上在2、3个小时，那个水分就完全蒸发了。然后当你工作回来，它就再浇水的话，其实它已经严重的缺水了。这样子的循环，大概在2、3个月左右，那棵空气草或者空气植物就可以基本上说是没有得到救了。然后当我搬回去老家，有这个条件，就是上面有树，下面有土或者草，然后中间呢，我们就可以吊这个空气凤梨或者空气草，就完全不需要怎么浇水或者怎么照顾，就全路养就可以了。然后水肥方面呢，我是施一些比较淡的水肥，比如说卖家说要用1份，我就掺多2、3份的水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欣赏，这个就是我欣赏完后，花儿也谢了，然后就把它挂回去老家这个树上，这个桑树上。里面还有有些我都买了，都忘了什么品种，就这样子吊在上面了，让它自由的生长。好了，这期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和订阅，谢谢大家。